正在接受采访的知名教授被突然出现的神秘气体涌进身体里，紧接着当着观众和主持人的面漂浮向空中，而身体也开始从肺部开始膨胀，就像被塞进打气筒的人偶。随着神秘气体全部涌进体内，下一秒教授就炸成一堆粉末。如此惨烈的案件，警方第一时间封锁现场。负责此案的刑警名为冈本，并从同伴口中得知，死者是环境能源工程教授佐野久武。对方在早间节目直播中突然爆炸身亡。由于当时在直播，让许多民众都感到恐惧，而负责采访的记者正好是冈本的前女友京子。冈本立刻找到对方了结此事，可还没聊上几句，就被领导叫去开紧急会议。刚回到电视台，就发现一封神秘包裹。京子出于好奇的拆开查看，可里面却空空如也，只有盒盖上印着神秘的二维码。当扫码后，里面出现一名神秘男子，并表示自己就是直播间杀人事件的策划者，自己和死去的教授在27年前就相识。而这段视频被播放的时候，同样被发送到东京各大媒体手里，还宣布将在明天下午4点在文库拉面馆召开记者会，公布杀人手法和作案动机以及接下来的杀人计划。但男子还提出一个条件，只有将这段视频作为头条新闻报道出去，才有资格采访自己。视频结束后，他们纠结是否听从对方的话。也在此时，工作人员发现其他电视台已经在准备报道这段视频。即便如此，还是有人觉得是一场恶作剧。可京子注意到，视频上传的时间是今天凌晨，也就是教授遇害之前，因此就可以判定视频中的男子就是凶手。最后，局长立即让人将视频作为头条报道。一时间，男子的宣言瞬间轰动整个东京，而许多好奇的民众都在等待明天的到来。警方也对神秘包裹进行了鉴定，却只提取到送货人的指纹。此外就没有任何的发现。冈本表示已经询问过教授身边的相关人员谈话，但至今也没有任何有价值的线索。警方也对教授尸体进行分析，推测爆炸是从肺组织内部率先急剧膨胀压迫颈部，然后从体内以巨大的力量产生爆炸。可诡异的是，肺部内侧有严重的烧伤痕迹，但又并非是高温烧伤所导致的，而更像是一种化学灼伤。案件的诡异让领导都无可奈何，最终只能期望在明天的发布会上找到线索。虽然警方提前封锁了现场，可依旧有大量群众聚集在附近围观。冈本率先进入店内排查，却发现只是普通的拉面馆，没有任何异常。当到了约定的时间，什么事情也没发生。京子注意到不远处的拉面店老板，于是来到面前询问店铺有没有搬迁过。这时，冈本收到京子发来的短信，原来27年前的拉面馆不在这里。得知此消息的冈本立刻前往之前的地点，而此时的京子已经来到拉面馆的旧址，刚推开门就见到等待许久的神秘男子，并立即安排助手展开独家专访。同时，冈本也带着警察前往现场。对方声称自己曾经遭受痛苦折磨的受害者之所以会杀死教授，只是为了复仇，他必须为自己曾经犯下的罪孽付出代价。可当京子询问教授犯过什么样的罪，ホワイトセント。それは何ですか？ご存じないでしょうが、確かにそれは存在しました。ホワイトセンターの関係者たちがギリギリして罪を犯しているはずです。関係者とは一体誰のことでしょう？彼らはこの社会に牛耳っています。私が私はこれからあなたたちを一人一人殺していくつもりです。京子又询问，如果对方道歉和承认罪行，是否有可能和解的情况。男子声称他们绝不可能道歉的，对方会利用权力将一切真相掩埋。随后缓缓起身走向外面，因为冈本已经带着警察将整屋子包围。人々はこれから私をガス人間と呼ぶでしょう。他站在正中央，按照要求举起双手，可看似是准备投降的举动，但裤腿已经不断涌出大量神秘气体，最后在所有人的震惊中化为白色烟雾，瞬间将在场的所有人掀翻在地，并对着警察发动猛烈的攻击。
而周围赶来的记者将这一切全都记录。京子也用手机将全程经过拍摄下来。气体人还在不断的攻击周围的警察，即便眉心中枪也毫无作用，最后只能眼睁睁看着气体人从下水道逃走，现场只留下一件蓝色的西服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元，以上就是日剧《气体人》的第1期内容。